是吧？对，我们俩是初中同辈儿，当时我就开始追她。当时我很矮很胖，然后压根就没看上她。到了大一的时候，有一次逛街我们碰见了，我觉得缘分到了。从那时候我开始发起猛攻，攻了将近半个月，然后攻下来了。一开始非常好，基本上我们都没有红过脸。可是到后来就因为一件事情，对她之后就有点。听明白了，就是同桌的你原本应该幸福，但是追到手之后的这7年发生了一些事儿，大家出现了冲突了。刚才他说发生了一件事情，你就怎么着，他是吞吞吐吐、支支吾吾啊。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了吗？12年9月份，我们本来说的很好，就是和家里人一起去迪拜旅游。就在这个时候，8月份吧，突然间消失不见了。啊，这个人从此以后就是音讯全无，找不到他了。多长时间？大概12年12月份年底吧，一声也不吭，电话也打不通。从那之后就发现对方都有改变，对不对？不，就是从那之后，我的改变就有了，我就对这个人很失望，就再也没有什么信心。哥们儿，你干嘛去了这半年？本来说好了一起去旅游，可是正好那时候，然后公司有点急事，说有一个更好的平台。当时我就属于那种我的事儿不需要别人来管，也不需要别人知道，包括父母都不知道我在外边干什么。然后就当天这个事儿可能比较急一些，我就自己收拾行李，我立马去郑州了。去郑州之后呢，因为我就怕他知道不高兴，我觉得哎呀，我们感情在那儿，我回来一个解释，他就会原谅我。你想得好，一次又一次。哎，对不住，我打断一下，这能变成说4个月不联系的一个理由吗？那至少说我背了行囊，我就怕他去埋怨我。当时在那儿工作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忙。你就是再忙不能打个电话啊？我觉得这不可能吧？我是怕你当时来说我呀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害怕我这个人。怕我说你了？我当时就那一个想法在那儿，你一个想法，那么你怎么不考虑成熟一点？我当时才多大呀？怎么成熟呀？多大？2年之前你多大？我有个更好的平台去看。你有一个更好的平台，你可以说啊，是不是？我这不后来跟你说了吗？你这你还挺有理的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我对不起了吧？对不起有用啊！我当时我说错了。说对不起就行了。嘿，当时应该比这个争吵的还激烈，对吧？其实那个当时不是因为就是单纯旅游这件事儿，因为后来是为什么争吵到现在这个样，是因为我准备在迪拜求婚的，然后把这个事告诉他之后，他更生气。一开始不知道，就说家里一块去玩，这不他回来之后，可能是他想。就是想表达我是想和你在一块儿。本来去迪拜，我想和你订婚。他跟我说这事，但是我一听这事，我就更生气了。这么大的事你都可以一声不响的走了，那你这个人，我就觉得完全就是让我不能再去相信，不能再去信赖的一个人。那为什么还在一起呢？就借此分开呗，已经4个月不联络了。是有这种想法，但是我们在一块这么长时间，我们家人对他印象也很好，他们家人对我也很好，双方家长当时也就出面就是劝这个事儿，然后也觉得确实在一块这么长时间还挺不容易的，然后就把这个事这么慢慢就放下来了。啊，其实包括现在，我心里都是3个字：对不起。真的，我觉得吧，当时年轻，我比较爱玩，没想那么多。爱玩也得有个限度，他这不是1次2次一声不响就走，他习惯性的这个样。我们俩在一起吧，一好1个月或2个月、2、3个月，哎，挺平稳，挺好的。或者说他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啦，他就不见了，你根本找不到。那他回来之后你要解释吗？我当然要解释啊。我女人不就这样吗？你说2句好听，那我不就心软了吗？你这个毕竟还是有感情的嘛。但是你时间久了，一次又一次这个样，到了终身大事这种事情，遇到这种事，你还是这个样，那我还怎么继续再和你进行下去？但是我现在变了，以前你总是想我以前爱玩，没有，然后不定性，没有安全感。但是我现在给你安全感，你却不要吧？对，我不喜欢，我仿佛3个字在你心门口人不让我进是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听这意思，现在是男生踏实了是吧？女生开始折腾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什么门口是谁的门口不让谁进？就是以前他说我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啊，因为这个嘛，我就给他一个安定的生活，所以我才去改变。以前星期5、星期6、星期天都在外玩，我现在不可能出去。朋友也好，家人也好，说我变我稳了，他倒是现在倒出去了。你来的目的是修他的是吧？想给自己下个决心，一定要分开。我不想分，因为我觉得7年的感情，一个人一生有几年7年。好了，明白了，那我就可以接着问了。女生现在外面有新的男朋友吗？暂时没有。她刚才一直在说，等于你现在在外面玩是吧？
也不是说在外面玩，只是说以前我的生活就是围绕他多一些，但是现在就是我以我自己的生活围绕多一些。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呢？都回来了吗？踏踏实实过就好了。但是怎么说呢？有些东西在自己心里过去就是过去了，变了就是变了，伤害了就是伤害了。就是我跟你说，你不要扯那么多，这件事情不要已经发生了，扯那么多。不可能的我就给你讲个例子，主任，当时吧，他8点之前必须回家，现在8点之后必须出门了。我就4个月回来之后，我成这样，我根本接受不了，我还要包容他，因为我爱他，是我的错造就了今天的他呀。不，他这8点以后出门干嘛呀？我也不知道他朋友从哪就冒出特别多了。最简单一次，我也在外谈客户签约，然后给他打电话，我说你干嘛呢？然后我马上就要睡觉了。之后呢，我就和客户签好了，我们就去酒吧了。去酒吧之后呢，直接在厕所门口看他了，我就那个气不打一处来，真的，我现在都想这个事，我就上火。不是你气什么呢？他跟我说他睡觉了呀，你骗他了？我没骗他，你没你。我当时我是要睡觉了，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，哎，他在外面应酬嘛，我说哦，一会儿就睡觉了。但是挂了电话之后，那么事情有变，我那女朋友心情不好，说哎，你出来陪陪我吧。我说好，因为曾经我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也是我的女朋友陪着我。我让你当时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你可不在，我的朋友在。那我朋友心情不好有事的时候，我不应该陪我朋友啊？你以前不也朋友至上吗？我让你出去，但是你最起码要通知我一下。哎呀，你以前干什么事你通知我了？我以为你睡了呀。我以为你在谈生意，在谈客户，我也不想打扰你。行，我觉得我应该知道他的行踪吧。你觉得你应该知道我的情况？我以前我也觉得我应该知道你的情况。我以前给他打电话，哎呦可烦了，一天打那么多电话干什么？忙。我现在也是忙，你一天给我打。我以前年轻谁不爱玩呀？哎，我现在呢，我能负责任说，我现在是工作。你工作，你什么样工作上酒吧工作呀？那么你什么样的工作上酒吧工作？我谈完约了和客户去，怎么了？你一个专门正常，我是陪朋友，怎么啦？只能你放火，不能我点灯。行，真可惜。让他们吵吵吧，我看他们需要这种宣泄啊。你害怕他离开，对不对，兄弟？害怕，看出来了。你现在回头看那4个月哈，后悔吗？后悔。既然你要有这么大的变化，你完全可以让他走啊，放手啊，为什么还要再？我放手，他不走，再加上双方父母劝，那就先这样吧。你自己发自内心的对他还有感情吗？反正是没有爱情。接下来听听老师们怎么来看待他们这一段纠缠了7年的情感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7年之痒嘛，我们俗说的。
就走，女孩都不能忍受，这个伤害特别大的。其实他们之间的这些事儿，正好应了一句话：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。你当时怎么对他的，他现在就是怎么对你。你们俩的所谓恋爱轨迹，开始是女生单方面爱着男生，他的心里全是你，而你心里他只存在一部分，否则不可能存在你突然消失4个月，不符合常理。现在转过来了，你现在一心想追回这份爱，但不好意思，他的心思已经不在你身上了。你们俩之间没有相互爱的那个阶段。作为一个男人，你消失4个月，那是成人做出的事儿吗？那会儿你的心里有他的位置在吗？你出去消失4个月，有没有告诉家人你去哪儿了？告诉。那为什么偏偏不告诉他呢？他那会儿是你挚爱的人吗？是。不是。如果你有那份心，想告诉自己父母自己远行的原因的时候，他在哪儿？他在你心目中的什么位置？我以前就是那样的，我承认。你承认，所以你现在就得认这个结果。通过你的一次又一次的消失，他已经学会他应该去找什么样的人，他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。所以女生其实并不是责怪你什么，但是你一定要认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。如果真是他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人了，不好意思跟他说拜拜吧，何必拖着呢？何必拖着一个全身心爱你的人呢？这不是彼此伤害吗？一定要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吗？一定要得到这份报复之后的快感吗？其实你在报复他的同时，自己的青春也被拴住了。所以你们俩之间应该今天是时候做一个了断。你们俩现在没有互相爱，恋人一定是相互的爱，只有有了相互的爱，才知道包容与改变。都没有，那就在这儿说再见吧。你消失了这么多次，对于女生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。那现在她成长了，可能在你当初刺激她的某一个时段，她突然间醒悟到，我作为一个女人，这个男人是靠不住的。那我要成长，我要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。当一个人没有一个支撑点的时候，他自己势必要站直了。那现在你的女朋友已经站直了，所以很多她的行为就不受你的控制了。你现在会认为她的很多举动你不能接受，但是一定是有因有果的。现在流行一句话：3年之痛，7年之痒。所谓的3年之痛是审美疲劳，所谓的7年之痒是指7年人会彻头彻尾的改变。据说从生物学的角度上来说，人7年全身所有的细胞会完成一次整体的新陈代谢。所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婚姻问题。虽然以前也有情侣在我们这儿吵，但没有吵得让我这么揪心过。我就感觉我在下面看，就是我是你们俩孩子一样，看爸爸妈妈在争吵。这男生这个吼着嗓子，面红脖子粗的在那儿吼，女生面无表情的这样的回应，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愤怒。动不动把自己的爱人随意的丢下，是件非常可耻的事。出去4个月，你也不知道4个月他会干嘛。说人就人，他也不是人办的事儿。而我今天还不赞成女生回来，是因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你的面红脖子粗，因为你在吵的过程当中，无疑每一句话不是在说我回来了，所以你也必须回来。当初是我的错，你即便是承认错误，都那么的不诚恳，都认为好像是我错了就是错了，你必须接受我的认错。那么我今天回来了，你也必须原谅我。凭什么？当你把人家扔下4个月，什么都不管的时候，不管他喜怒哀乐、生老病死的时候，你死哪去了你？我说这所有的一切，就是为了谴责你，但是我丝毫没有从谴责你的过程当中我得到任何快感，因为我也为你心痛。7年嘛，确实是7年，现在心里难受了。想把他扒拉回来，完了。但是我觉得，不管他今天能不能回来，你能不能低声下气一次？可以。你必须这样做，因为你那4个月太残忍了。你每次说走就走，做不做是你自己的事儿。我已经给了你建议。女生，我没什么好说的了，你的心已经凉了嘛。人怕伤心，树怕剥皮嘛，是吧？伤了1次、2次、3次以后，就不会有什么感觉了嘛。有很多老师都说，不要用不是损失的损失来胁迫自己。什么叫不是损失的损失？就是已经过了7年了，毕竟有7年了嘛。中国人都这样想，毕竟7年了不容易，
凑合着过吧，不是这样，人生完全可以重新开始，就这样。我会从另一个角度让你去思考，一个24、25岁的男人，他如何懂得像一个成熟男人一样的那么去爱女人？甚至我觉得一个27、28岁的男人，有一天他明白了家是最重要的，这大概已经变成了一个男人身上非常可贵的一个品质了。当然，前提条件是他真的明白了。这是我请你考虑的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，其实就说点闲篇儿吧。现在经常有些人喜欢说，最可怕的火灾是什么火灾？叫老房子着火。你知道什么是老房子着火吗？老房子着火就像我们这样，时间越长，积累的越多，这火就越大。为什么火会大呢？太熟悉了，太了解了，所以真的把它烧掉之后，也许新房子盖起来连老房子的一半还不如。心可以死，手可以分，你也一样。不管是因为我们年龄小，我们不懂还是怎么样，但是我们错了，我们承担那个错误。你告诉我，你现在最不能接受的结果是什么？其实来这之前嘛，说实话，刚才，包括刚才脸红脖子粗的时候，确实我没真的没，那是性格上的东西，急然后嘛，怕丢。然小孩都这样后那个，我们俩这么，自从最后一次和好了，一直时间长了，就一个月见不到几次面儿，你就直接告诉我说，你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是什么？他会离开我。离开。好，问问女生哈，为什么能坚持那么久？其实好的时候他人挺好的，也挺优秀的一个人，在一块儿也很开心，好的时候也很体贴，但他就是这个毛病，动不动就不见了。一开始也是接受不了，之后慢慢的就有种习惯的感觉，但是到最后我觉得人最怕的就是死心吧，就对这个人失望。心可能还没死呢，只是现在被什么东西蒙上了，没关系，就当他死了，没事儿，没有人强求任何事儿。哦，最后一个问题哈，就是如果今天你们分开了，你觉得有一天你们还会在一起吗？不会。永远错过了，对吧？对。好，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，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年。之前我做过太多让你伤心的事，我没有别的话，就3个字：对不起。真的。其实怎么说呢，对不起。曾经也挺开心的，也挺美好的。我现在也不想看到你难过。我希望不管我们以后好在一起或者不在一起，我希望我们都是快乐的。我们的将来都和曾经一样快乐，甚至更快乐。我相信我们将来以后都会彼此更好的。请换箱子啊！哎呦，请关门。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。如果你是女生，你接纳这样一个男人回来吗？接纳是赞成，不接纳是反对。各位请选择。75%的现场观众说：“我压根儿就不接纳。”我们听听大家的声音是什么？不接纳。理由是什么？男的感觉不负责任，女的心凉了，再捂热了，挺难的。所以我们别做那些伤害别人的事情啊。原谅吗？我是不赞成的。能够4个月都不联系他，我觉得可能心里已经不爱他了。我也不能接受，一个男生那么久的时间不联系。谢谢哈。有些事儿错了真的不能回头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